大家好，我是小 K。1936年的3月5日，一个犹太裔的男子在日记当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在16年前看见的那些畫面越來越清晰了。男子寫日記的這一天，正是希特勒進入柏林的日子，街道兩邊的人民都在歡呼雀躍，但是這個男子卻滿懷焦慮和恐懼，因為現在的情景他在16年前就已經預示到了，而且他還非常確定的知道這個獨裁者將會給國家帶來巨大的災難。男子的名字叫沃爾夫·格里格里耶維奇·梅辛，他的意念控制、讀心術和預測能力都是滿級的存在。他的主業呢，就是進行相關的超能力的公開演出，是當時歐洲最有名的超能力者。幾天之後，梅辛在街上散步的時候，突然就被幾個壯漢拽到了一輛汽車上，並給他套上了一個黑色的頭套。當梅辛再次見到光亮的時候，他已經在一座別墅裡了，眼前還站着兩個人。這兩個人他一眼就認了出來，一個是德國納粹的軍事諜報局長威廉·卡納里斯，另一個是柏林的警察局局長馮·赫爾多夫。兩個人先是謙卑地向他道歉：不好意思啊，梅辛先生，無意冒犯，把你請過來的過程確實是有點粗魯，那我們也是奉命行事，還請多多包涵。接着這卡納里斯就對着一臉比哭還難看的笑，就開始步入正題，對他說，梅辛先生，這次把你請來呢也沒有別的意思，主要就是仰慕你嘛。你看你特異功能這麼牛，我們元首也非常的欣賞你，你看能不能就是來為第三帝國效力呢？那這樣工資隨你開，然後再給你安排一個核心的職位，比如德國的心理部主管，你看怎麼樣？那當時梅辛已經是很有人氣的明星通靈者了。那第一，他不差錢，通過演出早就賺翻了而且還不用交個人所得稅。第二，他已經通過預測知道小鬍子會做什麼事，想做什麼事，甚至什麼時候死他都知道，所以就沒搭理他。那赫爾多夫一看這是價碼不夠就緊跟着就說，那只要你能忠誠的為大日耳曼帝國效力，我就再跟領導商量一下，把你的民族修改為最優等的雅利安人，這樣你就可以享受我們一切的 VIP 待遇，以後你在德國街頭你就可以橫着走。當時小鬍子為了挑動民族之間的仇恨就大肆宣傳種族主義。他把猶太人定義為劣等民族，把雅利安人和日耳曼人定義成優秀的民族。而且他為了保持雅利安人的種族純粹，對劣等民族還進行大清洗，屠殺猶太人。當然他們當時所宣稱的關於所謂雅利安人是貴族的定義完全都是胡說八道。那梅辛本身呢就是一個猶太人，一聽到赫爾多夫這麼說，當時就氣炸了，激動的把自己預測的景象都說了出來。他就說你倆不要再跟我廢話了，我是絕對不可能給你們效力的，你們的第三帝國頂多10年就會徹底崩盤，你們倆的結局那就是在絞刑架上長眠。這倆人一聽這是在用彈壓來詛咒我們，就發出了一陣陰沉的冷笑聲。那這一笑也讓梅辛瞬間清醒了過來，他意識到自己正處在一個極度的危險當中，於是為了保命，梅辛就用意念控制，使眼前的這兩個人被催眠一般的相信，眼前的他只不過是一個裝神弄鬼的騙子，沒有什麼威脅，就把他給放了。那離開了別墅之後，梅辛就踏上了前往波蘭華沙的火車。這兩個人幾年之後就因為參加密謀刺殺小鬍子的720行動而被處以絞刑。梅辛到了波蘭華沙之後，繼續開展自己的超能力演藝事業。有一天在華沙大劇院的一場演出裡，梅辛還公開的向大家預言，如果小鬍子將戰場轉向東方，那他就會死。作為一個明星般的通靈者，梅辛的話立刻就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各大報紙爭相轉載，很快就傳到了小鬍子的耳朵裡。他當即就懸賞20萬的德國馬克，要活捉梅辛，並且還對波蘭發動了戰爭。那麼這個靠一己之力就把戰火直接引向波蘭的沃爾夫·梅辛到底是個什麼來頭呢？事情要從1899年說起。1899年的時候，梅辛出生在波蘭的一個猶太人家裡。小時候的梅辛患有夢遊症。他經常就會在有月亮的夜裡走到窗前，舉頭望明月，嘴裡還不知道嘟囔着什麼話。
他一邊喃喃自語呢，還一邊張開雙手，就好像在接受着某種旨意，看上去挺嚇人。那他的父母為了防止他夜晚走丟，就在床前呢放了好幾盆水，這樣只要他夢遊踩到水就會醒過來。那很多人一定聽說過啊，夢遊是不能被叫醒的，叫醒呢會被嚇死。但是從醫學和臨床上來說，其實並不會啊，只是醒來的時候呢會比較懵逼，一睜眼睛啊，我是誰？我在哪兒？我在幹嘛？會造成一種精神上的壓力，不會死。小梅辛啊還有过目不忘的能力，他在6歲的時候就能把整本的塔木德背下來。這是什麼概念呢？猶太人的神作塔木德全書是由希伯來文寫成的，一共有12000頁，大約250萬字，相當於4本新華字典。小說三體3部加一塊也才90萬字左右。而且小梅辛啊還可以與動物互動溝通，沒事他就和家裡的馬和牛聊天。那些動物啊好像還挺願意跟他聊。當時他們家裡就有一隻馬，非常的桀驁不馴啊，誰也馴服不了，但是他卻很聽小梅辛的話。那有一天晚飯過後，他的母親還看到他衝到牛棚裡，抱着一隻奶牛，就對他說：哎呀，我知道你快要死掉了，我很難過，但是我呢又無能為力。那他的母親就感覺這個孩子是越來越離譜，就嚴厲地斥責了小梅辛。結果就在第二天，那頭奶牛居然離奇地死掉了。但這件事不僅沒讓大人們覺得小梅辛有過人之處，反而把他當成了異類和怪物。所有人都認為這個神神叨叨的小孩擁有一個詛咒的能力，所以大家都躲得他遠遠的。為了讓自己的兒子出人頭地，父母又把他送進了波蘭的神學院，想將他培養成為一名神職人員的學者。但是沒過多久，小梅辛就輟學了。輟學的原因是他受到了一個神秘長者的蠱惑。有一天，梅辛单獨在外面玩耍，這時候一個穿着白色長袍的老頭過來跟他說：不要讓你自己進入到一個只教授世俗教育的學校裡，你要斷絕與世俗知識的任何關係，你只需要獲得精神知識。說完之後，這個老者就消失在了梅辛的眼前。那梅辛自己他也不知道這到底是幻象還是夢境，他就告訴了他的母親。結果從那天開始，他就被限制在了家裡，他的父母不允許他去任何的地方。而這時候的梅辛呢，其實早就對虛幻的神學已經產生了厭惡了。1909年2月9日，11歲的梅辛決定逃離這個枯燥拘束的地方，他要到廣闊的天地當中去尋找所謂的精神知識。但是想要出去闖世界，那身上一定要有錢啊。那身無分文的梅辛就從猶太人為巴勒斯坦捐款的募捐箱裡偷了18個波蘭幣，上路了。梅辛上了一輛前往柏林的火車，他捨不得買票，就躲在了座位底下，但還是被查票的乘務員發現了。當乘務員讓他亮出車票的時候，梅辛怯懦地撿起了一塊報紙碎片遞了過去，同時他在心裡發出了強烈的願望，他希望乘務員能夠眼花，把他手裡的廢紙當成車票。那接過紙片的乘務員來回翻轉，仔細看了看，隨後就拿出了他的檢票機，在上面打了個孔。那梅辛接過了紙片，疑惑地坐了下來，乘務員竟然真的將報紙當成車票了。這也是梅辛第一次隱隱地意識到自己似乎擁有某種能力。到了柏林之後，第一次來到大千世界的梅辛被這裡的繁華驚呆了，但是他卻無法在這裡立足。為了生存，小梅辛洗過碗、刷過鞋、送過信、掃過街，還去碼頭做過搬運工。但是廉價的勞動力的收入還是連飯都吃不飽。由於貧困和營養不良，梅辛在一個大雨的午夜病倒在了街頭。當巡警發現他的時候，梅辛已經沒有了呼吸，身體也變得冰涼。送往醫院之後，醫生都認為這個可憐的少年已經無藥可救了，準備將他運往太平間等待火化。就在這時，一個改變了梅辛一生的人出現了。阿貝爾教授是一個精神病學家和精神病理學家，他發現梅辛的脈搏並沒有完全的停止，而是一種異常的狀態在進行微弱的跳動。緊接着他發現梅辛是可以主觀上隨意的讓自己陷入這種昏迷的假死狀態。他意識到了梅辛的獨特，並告訴梅辛他身上可能擁有超自然的能力，他可能是一個通靈者。也正是这句話讓梅辛回憶起了自己過往當中許多不平常的事情。在隨後的研究當中，阿貝爾教授和另一名叫做施米特的神經病理學教授一起對梅辛進行了訓練和研究。梅辛也逐漸掌握了自己的天賦和諸多的技能，比如进入假死狀態、轉移痛苦、讀心術等等。阿貝爾教授還把自己最信任的學生介紹給了梅辛當做經理人。
從此15歲的梅辛成了一名通靈藝人，開始通過進行表演來賺錢。梅辛經常在各地演出，名氣也越來越大，他的舞台生活一直持續到晚年。後來梅辛在自己的回憶錄當中寫道，我想我欠他的不僅僅是生命，還有他發现和展现我的超能力。1915年，梅辛作為本季的熱门人物在維也納進行了一場演出，演出非常的成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表演環節是读心術。這個過程中，觀眾可以在紙條上寫一些小任務，比如讓他走在觀眾席上的某一排，從某個特定的人的口袋裡挑選出這樣那樣的物體等等。然後梅辛在完全沒有閱讀或者被告知內容的情況下，要以心靈感應的方式來讀取內容並完成相應的任務。而這樣的讀心術表演每一次都會獲得成功。那根據梅辛自己的解釋，他本身并不知道自己具体是怎麼做到的，他只是可以通過意念讓人們的想法像圖片一樣出現在他的面前。而這樣的表演也引起了2個超級名人的注意，一個是愛因斯坦，另一个是弗洛伊德。他经常会在有月亮的夜裡走到窗前，舉頭望明月，嘴裡呢還說着一些夢話。他一邊喃喃自語，一邊還小梅辛還有一個過目不忘的能力。他在6歲，小梅辛還有過目不忘的能力。他在6歲，當時小鬍子為了挑動民族之間的仇恨呢，就大肆的宣傳種族主義。當時小鬍子為了挑動民族之間的仇恨，就大肆的宣揚种族